怎么同样的食物，辉宝吃的却比瑞宝吃的胖？那是因为辉宝吃饭时喜欢狼吞虎咽，而瑞宝吃饭可是细嚼慢咽。辉宝吃完后还拿起盆跟爷爷讲：“爷爷再给我来一盆。”宋爷爷这周在最新视频里表示，自己这周在园区玩水玩得很开心，就连游客们一时都忘记了这里是熊猫展区，不是宋3岁展区。这周宋爷爷的视频可谓是乐宝特辑，记录了乐宝完整的一天，从乐宝早上体检开始。乐宝体检时，这熟练的动作已然和爷爷的行为融为了一体。爷爷一抬手，乐宝就能猜出爷爷的下一个动作。这连贯的配合根本不像是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交流，更像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默契。不过今天的乐宝似乎对宋爷爷的相机更感兴趣。乐宝面朝相机和镜头前的姨姨们打了个招呼。宋爷爷看乐宝今天很有镜头感，于是把相机往前放了一下。果然乐宝很想上镜，而这样姨姨们也可以看到乐宝之前的满瞳眼，现在已经完全好了，黑色眼圈的毛发格外的亮丽。对于宝家的治疗这一方面，韩国一直做的都很到位。检查完乐宝的体温后，便到了乐宝出门营业的时间了。为了乐宝能感到一丝凉爽，宋爷爷先是给乐宝的园区浇了一遍水。都说乐宝的毛发亮，这次看到乐宝坐在太阳底下的样子，确实如此。乐宝的毛皮大衣在太阳底下都亮到反光了。乐宝在园区吃了会儿竹子后，打算去小树上晒太阳了，顺便还给游客们展示了一下自己之前毛发脱落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完全长出来了。早上乐宝在室外活动了一会儿后，便回到了室内园区。因为中午的太阳太大，室外园区太热了，所以一般到了中午，爷爷就会让乐宝回室内园区玩耍。给乐宝喊回室内后，宋爷爷来到了爱宝园区，给爱宝开门，让爱宝也回室内园区。爱宝这肉嘟嘟胖乎乎的样子，韩国姨姨们称其为肥美，并表示乐宝拥有这么可爱和漂亮的妻子。福宝正慢慢悠悠地靠近爱宝，爱宝转头就给福宝吓了一跳，吓得福宝直接把头埋了起来。但是福宝可是不会吃亏的，有仇必报。福宝先是爬到树上休息了一会儿，就在爱宝晒着太阳挠痒时，福宝从后面偷偷走了过来，趁爱宝不注意拍了爱宝一下，给爱宝吓了一跳。福宝复仇成功之后，福宝就一直黏着爱宝，甚至在爱宝喝水时啃咬爱宝身上的毛。爱宝睡觉时，福宝也要跟着睡觉，而且还要和妈妈保持一样的睡觉姿势。回到房间后，福宝走来黏着爱宝，惨遭爱宝嫌弃，爱宝甚至还想用脚将他踢开。这时爱宝换了方向，福宝急忙掉头跟上妈妈，一会又挡着爱宝吃饭了。爱宝直接一巴掌将福宝拍开。而福宝也有乖巧的时候，那就是饿了趴到爱宝身边吃奶时一动不动，安安静静。但爱宝每次喂完奶就会变得很疲惫，爷爷们每次看到爱宝这个样子都很心疼，所以当时在爱宝和福宝没有分开时，为了给爱宝补充营养，都会额外给他喂食除了竹子的其他营养食品，像爱宝最喜欢吃的胡萝卜和窝头等。而一旁的乐宝就显得轻松了很多，没有福宝在身边的腻味，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玩。江爷爷正在播撒草种，为福宝和爱宝的场地做绿化。在江爷爷的细心照料下，1个月后，小草都开始发芽了。之后，江爷爷会将这整片空地全都种上小草，使其形成绿草如茵的感觉，这样福宝和爱宝在玩耍时会更舒服一些。忙碌完后，江爷爷来到房间为爱宝测量体温，当然也少不了每次的小零食。现在的爱宝特别喜欢南瓜配苹果一起吃，但是单独吃南瓜时，爱宝扭头就走。江爷爷除了每天按时给熊猫们量体温外，还要检查它们的粪便情况。虽然福宝小，但是答辩量一点也不比爸爸妈妈的少。一系列都检查完后，江爷爷来到厨房为福宝一家制作他们最爱吃的窝头。江爷爷将制作好的窝头放入锅中开始蒸，一锅窝头大概要蒸4个小时。趁着窝头还没熟，江爷爷来到房间看福宝。此时的福宝正在呼呼大睡，而乐宝这时正在小便。乐宝变得有点不像从前，因为以前的乐宝上厕所在室外和室内之间总会先选择室外。4个小时过去，窝头熟了，江爷爷先拿给了福宝，让他进行品尝。江爷爷果然还是最疼爱他的福宝孙女。早上，江爷爷正在为园区打扫卫生，而福宝正坐在高高的枝头看着爷爷，有种老板视察员工工作的既视感。视察完工作的福宝爬下来找爱宝玩，结果一个转圈没抓住，摔了下来，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摔下来的福宝突然发现了一块还没有融化的冰，福宝最喜欢玩这种冰冰凉凉的东西，将冰捡起来后，自己就这样坐在角落安静的玩着。别说，就这样安安静静不调皮的福宝真的很讨人喜欢，但是冰块太小，很快就碎了。没得玩后，福宝又跑来折腾爱宝，结果倒霉的福宝一个没站稳，又摔了下去。摔倒后的福宝跑来妈妈身边寻求安慰，但此时的爱宝并不是很想理福宝。没想到调皮的福宝还记仇，在树上观察了一下爱宝，
发现爱宝正在睡觉。福宝悄悄来到爱宝身边，先是在爱宝身边转了一圈，之后撅起屁股在爱宝头上蹭了起来。这还没完，在爱宝头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后，又一屁股坐在了爱宝的脸上，一下子让爱宝醒了过来。但此时的爱宝并不知道福宝对他做过什么，只是以为福宝是调皮，不小心碰了自己一下。爱宝醒后来到饮水处喝水，谁成想福宝又偷偷走到爱宝身后，吓了他一跳。果然古灵精怪的福宝从来不会踏实过完一天。福宝的一天是什么样的？早上天还没亮，宋爷爷便来到房间查看福宝的情况。此时的福宝正躺在榴莲堆里睡觉，不过听到宋爷爷叫他的声音，很快便醒了过来。之后宋爷爷将采血台进行安装，福宝听到声音后主动走了过来，自己调整好位置，乖乖的将手伸了出来，像是一个懂事的小孩。之后宋爷爷用苹果诱引福宝站起来，先看一下福宝的四肢有没有问题。检查完四肢后，宋爷爷在一侧用水果吸引福宝的注意力，旁边的饲养员对福宝进行检查测量。这个过程中，福宝一直都很乖，没有调皮。检测完后，宋爷爷又为福宝拿来了新鲜的竹子，让福宝乖乖进食。而宋爷爷来到旁边的房间，为福宝清理昨晚产生的垃圾。清理完后，福宝来到干净的房间，宋爷爷则再去将另一个房间进行清理。当宋爷爷回来时，福宝又爬到床下睡了起来。福宝在床下面睡觉的这个习惯，还要怪爱宝在福宝小时候喜欢抢他的床说起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之前的作品。当福宝醒了时，宋爷爷再次回来查看，发现床上和地上又多了几坨榴莲。福宝一边吃着竹子，一边爬上了布满榴莲的床。不爱干净的这一点，一点儿也不像乐宝。乐宝的好习惯，福宝是一点都没有遗传上，调皮、挑食、爱玩，反倒是一点儿也没落下。吃完饭休息完，福宝便出门上班了。之后便是社熊的一天，从上班开始就想着下班。这便是福宝的一天了。今天是福宝出生的第4个百天，江爷爷特意为福宝制作了向日葵花束，想看看福宝会有什么反应。而此时的福宝看到爷爷后，正在奋力的想办法从树上下来，下到一半时还对这棵树依依不舍，在上面做起了标记。江爷爷走到福宝身边，将花递给他。福宝浅浅闻了一下，转头看向江爷爷。看来江爷爷和向日葵花比起来，福宝更喜欢江爷爷。看福宝躺在江爷爷身边的样子，安逸得很。不过到了下班点，福宝又不想回家了，只想待在外面玩。而爱宝已经乖乖往家走了，而福宝则是想一直黏着江爷爷，不想离开。还好这个阶段的福宝，江爷爷还能抱得起来。江爷爷一个熊抱就将福宝提溜了回去。但就在进门时，福宝居然想要逃跑，还好江爷爷反应快，一下抓住了福宝的后脖领子，这才没让他得逞。最后江爷爷连拉带拽，才将福宝弄了回去。回到家后，又折腾上了爱宝，一会儿给爱宝折腾累了，爱宝趴在床上休息，而福宝则凑近爱宝，趴在了地下。别说母女俩的这个样子还挺可爱的。福宝这时正处于培养他独立的第3个阶段，由于太长时间没有见到妈妈爱宝，福宝趴在冰床上休息时，依稀听到了妈妈的声音。福宝急忙跑到门口查看，以为妈妈要进来了，可福宝乖乖等了一段时间后，门并没有开。看着福宝离开的背影，多少有些失落。这时的福宝只能自己在园区里玩耍，但每次听到妈妈的声音，福宝都会急忙跑到门口去守着，甚至有时思念太重，面对鲜嫩的竹子，福宝都没有了胃口。而这个阶段，好在爷爷们还能进入园区看看他。宋爷爷走来安慰了一下福宝后，便又迅速离开。而福宝不想宋爷爷离开，急忙追了过去，但还是没有赶上宋爷爷关门的速度。福宝呆呆地看着门口。这时的福宝也没有了以往的调皮，不再去破坏爷爷种的小花小草，而是经常守在门口，听妈妈路过的声音。福宝猜想，只要我乖乖听话，妈妈就会出现吧。而开朗乐观的福宝也会给自己找些事情做，或者趴在树上想妈妈想到睡着。就在福宝乖乖等待时，通道的门开了，爱宝走了进来，福宝急忙跑了过去。福宝抱着妈妈，表达着自己对妈妈的思念。福宝紧紧跟在爱宝后面，生怕妈妈再次离开。但事情并不会如福宝所想，当这次见面后，福宝和爱宝便会完全分开，开始他们的独立生活。虽然还是同样的场地，但总是爱宝离开后，福宝才会来。每次福宝进门时都会停下脚步，寻找妈妈的气味。而江爷爷看着福宝和爱宝这个样子，经常会一个人躲在角落伤心难过，有时也会控制不住眼角的泪水。下班点到了，而福宝此时还在树上睡觉，看着福宝忧郁的小眼神，可能是在梦里遇见了妈妈吧。宋爷爷看着福宝的情绪不高，给福宝带来了胡萝卜。宋爷爷看福宝情绪还是没有很大的变化，咬住胡萝卜后一直不吃。宋爷爷假装伸手去拿，福宝紧紧咬住，就是不给爷爷。看来福宝心里确实装有心事。之后福宝回过神来，
乖乖坐在树上吃胡萝卜，宋爷爷则在下面为福宝打扫吃剩下的竹子。宋爷爷打扫完竹子再回来时，福宝还是趴在树上没有下来，嘴里还在回味着刚才胡萝卜的味道。宋爷爷走到福宝身旁，又喂给福宝一块胡萝卜，结果这个胡萝卜还没吃到嘴里便掉了下去，但福宝一直懒洋洋的趴在树上不想下来，宋爷爷便坐在下面的秋千上陪着福宝。之后宋爷爷试图用胡萝卜吸引福宝下来，结果福宝只是挪了挪位置，坐在了宋爷爷的头上。宋爷爷怕福宝在上面答辩，便换了个地方。而这时的福宝看宋爷爷走远了，便一点一点的从树上挪了下来，然后向宋爷爷走去。当看到宋爷爷手上的胡萝卜后，一个箭步冲了过去。宋爷爷本想带福宝直接回家，没想到福宝又躺了下来。不管宋爷爷怎么揉搓，福宝就是不想起来了，就想在亭子上趴着。宋爷爷拉都拉不起来。宋爷爷揉捏着福宝，福宝反而感觉很舒服，换个姿势继续躺着，就是没有要起的意思。直到宋爷爷和福宝都玩够了，一熊一人这才想起来回家。福宝一大早就用屁股给爱宝洗头，气得爱宝一口咬住了福宝的尾巴。早上爱宝在安静的睡觉，福宝在躺着吃竹子。一会儿福宝停了下来，撅起屁股就开始答辩。答辩完，福宝心里就开始憋着坏主意。福宝绕到爱宝身后，撅起屁股就在爱宝身上蹭了起来。一会爱宝醒了，福宝还是一直在蹭。没想到这时爱宝已经转过身来了。爱宝被福宝磨蹭的逐渐暴躁，一口咬住了福宝的尾巴。福宝吓得瞬间转过头来。而爱宝越想越气，冲着福宝就咬了一口。福宝试图反抗，用脚踢妈妈的头，让妈妈放开。最后，福宝在妈妈的攻势下选择了道歉，他在妈妈怀里撒起了娇。但就在爱宝原谅福宝后没一会儿，福宝又拿屁股坐在了爱宝的头上，甚至比上一次更过分，因为这次蹭的是爱宝的脸。好在爱宝这次在睡觉，不然福宝肯定又少不了一顿打。调皮的福宝不是在蹭妈妈，就是在蹭妈妈的路上。看着福宝和爱宝在草地上打闹的样子，春天的感觉瞬间扑面而来。看着福宝躺在水里乘凉的样子，一点儿也不像财阀家的公主，分明就是一个晒太阳的大爷。当爱宝下班后，爷爷怕福宝自己在园区害怕，每次都会过来陪福宝，而且还会带一些特别的零食，比如鲜嫩的竹笋。看得出来，江爷爷对福宝孙女有着格外的偏爱。看福宝吃竹笋的样子，开心的都眯起了眼。江爷爷正在为福宝室外的小亭子安置靠背，安置完靠背，江爷爷先坐上来试了试靠背的牢固性，江爷爷感觉还不错，坐在上面和靠在上面都很合适。福宝出门营业后，依旧习惯性的坐在了妈妈的小亭子上，依靠在上面晒着他那肥嘟嘟的小肚子。福宝吃完食物后，突然发现前面的小亭子上怎么也有食物。走到小亭子旁边，福宝发现小亭子上突然多了根木头，还抬头看了看旁边的大树，确认了一下自己是不是走错了。这时福宝还没有习惯靠背的存在，而是选择了面对着它，害怕靠背存在危险。吃完饭的福宝又跑到雪地里打了会滚，再回来时明显对靠背的态度有了转变。第一次见是陌生人，这第二次见就算是熟人了。福宝自在的躺在上面，又吃起了竹子。这个靠背躺下去更能凸显福宝的大肚腩。就当福宝在树上玩耍完后打算下去时，就因为自己的大肚腩被树缝给夹住了。之后江爷爷感觉出福宝对于新靠背有些不太喜欢，觉得靠背有点高了。江爷爷又拿来一根木头，安装在了离靠背不远的地方。而当福宝再次赶来时，发现这个木头竟然出乎意外的合适，不管是正坐还是反坐，甚至宽度跟大小也刚刚好。宋爷爷心真的很细，而福宝在上面坐着明显更自在了。当福宝再长大一些，还可以再将它拆卸下来。江爷爷是真的在用心疼爱我们的福宝呀。乐宝这时正在被园区外的气球乐宝所吸引，心想你这个熊猫怎么在天上飘着。而旁边园区里的福宝正在和江爷爷合影，江爷爷这次准备了手机支架，这样福宝就够不着了。江爷爷调整好镜头开始拍照，这时福宝还是很听话的，乖乖吃着胡萝卜看着镜头，但看着爷爷一直拍个没完。福宝逐渐浮躁，又开始了摆烂，躺下不想起来了。江爷爷戳了戳福宝，让福宝起来。江爷爷戳的福宝痒得不行，福宝赶紧坐了起来。江爷爷宠溺地抚摸着福宝的头，时不时还捏捏福宝的脸蛋。合影完，江爷爷打算再给福宝来个特写。就在江爷爷沉溺在福宝的可爱外表中时，福宝一个突袭将江爷爷手机拍了下去。刚开始江爷爷还没发现手机掉了，还在对着福宝拍。当江爷爷捡起手机后，对着福宝就是一顿批评，说福宝你为什么不善良。江爷爷小孩子气地拿着手机在福宝身上蹭了蹭，而福宝就装看不见，吃着自己的竹子，心想不关我的事儿，是他自己掉下去的。今天的竹子真好吃。不过好在江爷爷拍照成功，手机也没有摔坏。一边吃饭一边答辩的事，怕是只有福宝能干得出来了。
前一秒的福宝还在躺着舒舒服服的吃竹子，下一秒身子一侧就开始了自己的逍遥模式。而这时福宝嘴里还一直在回味着刚才竹子的味道。自身需求全部解决完后，福宝就开始想着下班了。而此时宋爷爷又为福宝准备小惊喜了，是精美的卡片稻草人。福宝缓缓地从门口走了进来，爬到了小亭子上面，第一眼就看到了宋爷爷制作的稻草人。福宝盯着稻草人仔细地欣赏了一番，发现在稻草人下面居然还插着一块窝头。福宝一边吃着窝头，一边玩着手里的稻草人。这时窝头吃完了，轮到了稻草人，福宝毫不客气地将稻草人放在嘴边，一口一口品尝了起来。果然再富有艺术的东西，福宝都会平等的以味道来判决它的好坏。最后稻草人惨遭福宝毒嘴，支离破碎。不过不用担心颜料是否会对福宝产生危害，因为爷爷很了解福宝，早就猜到福宝会撕咬它，所以上面的颜色都是可食用色素，不会对福宝产生危害。宋爷爷今天给福宝制作了一个大扫把，打算让福宝打扫一下园区。咱娇贵的福公主怎么能干活呢？福宝急忙从树上翻滚下来，看看怎么个事儿。走到扫帚旁边看了一下，感觉自己也扛不动呀。福宝发现自己被宋爷爷戏弄了，来到宋爷爷身边，想要问个究竟。宋爷爷态度很积极，用胡萝卜向福宝表示歉意。虽然福宝吃了宋爷爷的胡萝卜，但是还是不想原谅宋爷爷，因为宋爷爷态度不诚恳。因为胡萝卜都放到熊嘴里了，宋爷爷还不松手，好在胡萝卜的味道还不错，这才使福宝消了气。之后江爷爷为了弥补福宝，又为福宝准备了小礼物，是一个竹子做的眼镜，但是福宝的耳朵是长在头顶的，眼镜放上去根本卡不住。福宝心想，还不如让我直接吃了算了。但宋爷爷现在还不想这么早就给福宝吃掉，想先给福宝拍几组照片进行留念。福宝迎合着宋爷爷，但是眼镜实在不太合适，根本戴不住。宋爷爷经过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，便也放弃了，同意福宝将它吃掉。福宝边吃边说，眼镜味道不错，下次可以多做几个。宋爷爷正徒手为福宝清理大便，硕大的青团看起来分量很重。很多网友会问，这样难道不臭吗？其实大熊猫的粪便是不臭的，反而还有一股竹子的清香，所以宋爷爷不仅不排斥，有时还会大方的捡起福宝的大便给游客们展示。宋爷爷走后，江爷爷穿了件棕熊的衣服走了进来，江爷爷突然的一个起身，吓了福宝一大跳。福宝直勾勾的看着眼前的棕熊，蓄力一击，看江爷爷的头套都差点要掉下来了。这一下应该是蛮重的，给江爷爷吓得立马站了起来。毕竟大熊猫的咬合力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而还没等江爷爷反应过来，福宝又上来拍了一巴掌，直接给江爷爷吓坏了，立马摘了头套走了出去。福宝盯着棕熊离开后，光速爬到了树顶，看福宝的样子应该也是很害怕，但当时并没有可以依靠的对象，所以只能自己坚强。而等棕熊走后，才卸下了自己坚强的伪装，渐渐后怕起来。虽然我们的福宝是女孩子，但是可以看出福宝是很勇敢的。之后江爷爷解释了这个行为，是因为福宝在园区里生活的太好了，怕福宝以后遇到其他的野生动物没有自保意识，所以江爷爷才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给福宝留下一个深刻的经历。宋爷爷正在为爱宝添置竹子和窝头，之后宋爷爷出去拿工具对爱宝的大便进行清理，便将存放窝头的盒子放在了小亭子上。但当打扫完卫生后，宋爷爷忘记将盒子拿走了。这时爱宝走了进来，小白盒子吸引了爱宝的注意，爱宝凑近闻了一下，发现里面有窝头的气味，立刻意识到这是放窝头的。果然爱宝在竹子旁边发现了窝头的存在，便乖乖吃了起来。这时美味的窝头还吸引来了一只小麻雀，小麻雀躲在一旁偷吃着爱宝掉落的窝头残渣。看来这个窝头是谁都喜欢吃呀。突然一只熊猫幼崽从竹子里钻了出来，原来是小福宝。这时小福宝发现了宋爷爷存放窝头的盒子，福宝被盒子散发出的窝头味道所吸引，凑上去玩了起来。这时爱宝注意到了福宝的动作，一把将盒子抢了过去。开始还以为是怕福宝会误食有危险，所以才给他拿走，但没想到爱宝拿走后，下一秒自己就放嘴里咬了起来。原来爱宝以为福宝是在偷吃什么好东西，爱宝啃了半天，最终发现这个东西不仅难啃，还不好吃，便给它扔到一边了。下班后，宋爷爷打扫卫生时，这才发现自己遗漏了盒子。乐宝今天在园区发现了一个竹帽，乐宝走近进行查看，走近后发现竹帽没有反应，又用手戳了戳它，还是没有什么动作。乐宝确认竹帽没有危险后，将其叼了起来，打算尝一下其味道。乐宝用力撕咬着竹帽，发现这东西韧性还挺好。乐宝将竹帽拿起来，仔细闻了闻里面，心想没错呀，是竹子的味道呀。乐宝又换了个角度继续撕咬，但依旧咬不下来。于是乐宝又盯上了竹帽上面鲜嫩的竹子，好在上面的竹子可以吃，而且味道还不错。与此同时，爱宝也在园区发现了一个竹帽。爱宝和乐宝一样，
先是凑近闻了一下，确认安全后，直接抱起竹帽啃了起来。爱宝和乐宝一样，啃了半天都没啃下来。爱宝发现这光滑的触感很是不错，拿着竹帽在身上蹭了起来。经过爱宝的一阵摸索，发现这个东西并不能吃，便果断直接放弃回家了。而旁边园区的乐宝早已将草帽拆得支离破碎，拆了半天，乐宝最后也发现这东西根本不是用来吃的，白折腾了这么久，便回去吃竹子去了。而此时福宝正在和鸽子玩，福宝看到鸽子后扭头就想跑，福宝心想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江爷爷今天又来为福宝制作新玩具了。江爷爷找来一根粗壮的木头，将木头进行打磨切割后，又在上面打上孔，拴上了结实的麻绳，再将它固定在树上，一个木头制作的秋千便完成了。福宝看到秋千后很是喜爱，福宝先是盯上了绳子上面的竹竿，咬住绳子后，结果在惯性的作用下，福宝不断后退，紧接着一步并两步，两脚没迈开步，仰面摔了过去。但是福宝越摔越想玩，就是想要驯服它。福宝紧紧咬住上面的麻绳扣，使劲拉扯，打算给它咬服。但是晃晃悠悠的秋千让福宝底盘不稳，经常还没站稳就倒了。福宝就这样在快乐的翻滚下，从小白熊变成了小黑熊，但也在不断的摔倒下。福宝渐渐掌握了秋千的作用力。这时爱宝被福宝的玩具吸引了过来，福宝不想让妈妈玩，直接伸出脚阻挡妈妈。但是爱宝在体型的优势下成功占领秋千。当福宝反应过来再抢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爱宝紧紧抓住秋千，一个翻滚，试图将福宝推开。每次福宝想要玩耍时，爱宝都会抢过去，让福宝扑个空。看来这下只有等爱宝玩够了，才能再次轮到福宝。爱宝动物园里的樱花开了，江爷爷在小木床后面插了3根竹竿，将折来的樱花插在了里面。福宝从大老远就看到了小亭子上插的樱花，福宝凑上前仔细的观赏着，一时间被美丽的鲜花蒙蔽了双眼，身旁的竹子都不香了，直到饿得不行了，才坐下来吃了口东西。就算在吃饭，福宝也是忍不住想多看2眼身后的鲜花。福宝索性直接将鲜花折了下来，将其拿在手里，一手赏着鲜花，一手吃着竹子，味道好极了。而一边宋爷爷则正在为福宝制作教学工具韩语音标。宋爷爷今天打算教福宝说韩语，而福宝却听得直犯困，只想仰头睡觉。而这时的宋爷爷却越讲越起劲儿，直接拿着竹子写了起来。最后宋爷爷讲完了，将上课道具送给了福宝。宋爷爷看福宝还挺喜欢音标的，便将另一个也送给了福宝。最后宋爷爷索性将刚才上课用的笔一起给福宝递了过去。福宝直呼这笔不错，请多来几支。吃完笔，福宝又将注意力放在了宋爷爷准备的纸上，看得出福宝也是个拆家小能手。经过第一次的失败经历，宋爷爷又对纸和笔做了改良。宋爷爷用绳子将笔拴住，这样福宝就抢不过去了。虽然福宝不会写字，但是印的熊掌印还是蛮好看的。今天是将爷爷单独陪乐宝的一天，便宜女婿也有着爷爷特殊的宠爱。爷爷一早就来到乐宝房间陪乐宝玩耍，看着乐宝站起来的样子，都快要比江爷爷高了。说他们是爷俩，反而更像是2个好兄弟。看着江爷爷和乐宝嬉闹的样子，乐宝的身体里就像是藏了个人。早上出门营业，由于刚刚和爷爷玩得太累了，刚上班就开始犯困。看乐宝舔舌头的样子，梦里可能是梦到了好吃的窝头。小睡一会儿后，该出去玩了。乐宝来到室外，准备去吃爷爷准备的竹子。这时乐宝突然发现江爷爷还特意给他放了窝头。乐宝一口咬下去，心想没错，就是梦里的味道，好吃的都迷上了眼。吃完窝头再来喝点水，之后再拉个大便。这时乐宝又看到江爷爷走了过来，急忙爬到树上和爷爷打招呼。看到爷爷跳起来的样子，以为爷爷是要进来，乐宝急忙站起来想要去接住爷爷。乐宝爬到高高的树枝上后，跟爷爷说，来吧，跳吧，我能接住你。江爷爷直接被乐宝的真诚感动得破防了。生活不易，福宝卖艺。宋爷爷正将福宝前2天写的毛笔字挂出来摆摊，虽然福宝都不知道自己写的啥，但可以看出宋爷爷这个当老师的很是满意。宋爷爷在福宝作品周围还插上了2块窝头，窝头的形状就是福宝当时学习的2个音标。之后宋爷爷还在前面插上了2个木质放大版的，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小型展览会。检查无误后，便去叫福宝进来。而此时福宝正在室内树上睡午觉，听到爷爷叫自己后醒了过来，伸了个懒腰，来到了室外。来到室外后，第一眼就被插在竹子上的窝头吸引了注意。虽然咱福宝不认识这韩语音标，但咱会品尝其味道。今天的窝头就可以说是一般般，因为福宝只吃了1小块便吃起了竹子。而一旁福宝的作品，福宝更是一眼没看，既是低调也是虚心。吃完身旁的竹子后，福宝突然看到了小木床上的竹子毛笔。上次福宝跟宋爷爷说过再多准备几支，没想到宋爷爷还真应现了。
结果福宝又一抬头，又盯上了窝头做的音标，便放弃了竹子毛笔。咱福宝还真是令人琢磨不透呀。炎热的夏天，福宝再次解锁新的睡觉姿势，仰面躺在树上，春风拂过，甚是惬意。所以要说享受生活，熊猫界里还得看福宝。困意上来，福宝翻了个身，调整了个姿势，趴在了树杈上，就开始呼呼大睡。睡了一会儿后，福宝来到室外，吃着美味的窝头，思考着一会儿给游客们表演点什么节目。吃着吃着便躺了下来，或许吃饭也是个体力活。吃完后，福宝便开始四处找乐子，一会儿的功夫又爬到了树上。看着粗壮的树，福宝上去后却开始摇摇晃晃。在这儿就不得不提一句，福宝的最新体重99.90公斤，换算过来就是199.8斤，差2两就是200斤了。看着福宝不断在树枝上行走的样子，不仅替树枝有一丝担忧。小风吹过，福宝顿感舒坦，便索性又坐了下来，吹起了风。看福宝舒服的小脚丫不停地抖来抖去，不禁让人心驰神往。再看正在房间的爱宝，明显发福了许多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给福宝怀了小弟弟或小妹妹。好在状态稳定，并没有异常举动。福宝下班后，江爷爷来到福宝房间，给福宝来了场按摩。江爷爷正在拆卸福宝一家所食用的竹子，而像这样太大的竹子，江爷爷便会直接将它大力摔裂开来。可以说是高端的食材，往往都是采用最朴素的方式来处理。准备完食物，江爷爷又来和其他的饲养员讨论福宝一家最近的饮食和营养情况。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后，江爷爷这时来到园区，找来几根粗壮的木头，为福宝搭建了一个攀爬的小树，这样既安全又可以让福宝练习爬树。搭建完后，江爷爷先上来试了一下小树的承受能力，看起来还不错。这时江爷爷已经迫不及待想让福宝来体验了。江爷爷将福宝抱了过来，看着福宝坐在树上的样子，真的好小一只。呆坐了一会儿后，福宝开始尝试爬下去，但是腿有点短，够了半天没找到着力点，索性直接顺着木杆滑了下去。福宝真是打小就聪明。一会儿爱宝走了过来，给福宝做示范。福宝乖乖的在下面认真看妈妈爬树的动作。一会儿爱宝下来后，福宝开始尝试，而爱宝则来到福宝身后，守着福宝，怕他爬树时掉下来，这样可以及时接住他。小福宝面对眼前的玫瑰竹笋，一时不知道从哪里下口合适。其实这是爷爷为爱宝准备的，但福宝知道它的味道一定很好，就这样抱着不想给妈妈，直到爷爷给福宝带来了竹子玩具，这才转移了福宝的注意力。爷爷将竹筒固定在了小床下面，给福宝玩耍。虽然福宝并不知道眼前竹筒正确的玩法，但闻到这竹子的清香就已经很吸引熊了。爷爷则在旁边教福宝，让福宝咬它、撕它、拉它、抓它。可咱福公主哪会这么粗鲁，只是好好的欣赏了一番。之后，爷爷又带福宝来到第二个礼物旁，是一个冰镇竹子冰棒。冰棒散发出的寒冷气息，让福宝感觉一阵凉爽。福宝表达喜爱的方法，就是将它放在自己的肚子上蹭蹭。爷爷见福宝拿不出来，便帮了他一把。结果在玩耍的过程中，福宝没拿稳，冰棒从树上掉下去摔碎了。爷爷又带福宝来到第三个礼物这儿，是一个镂空的竹筒。爬上去后有很好的散热作用。爷爷做的这个竹筒大小宽度对福宝来说都刚刚好。福宝在竹筒上钻来钻去，一会儿爬到上面，一会儿爬到下面，回头看向爷爷时，就像是在对爷爷说谢谢，开心的一直合不拢嘴。又是福公主受宠溺的一天，爱宝正小心翼翼地护着身下的福宝。就在刚刚，福宝趁爱宝不注意，自己偷偷爬上了这高高的树上。爱宝看到后很是不放心，立刻爬到树上去保护福宝。爱宝小心翼翼地从福宝身上跨过去，身体支撑在两个树杈上。虽然这个姿势很难受，但爱宝处于对福宝安全的考虑，一直在咬牙坚持，就这样默默地在福宝身边守着。就连支撑不住快要掉下去时，也是特意避开福宝，生怕压到他。从树上下来后的爱宝又借助树旁的木杆支撑自己的身体保持站立。而此时的爱宝身体很重，一直站立也是很累的，但为了福宝的安全，爱宝只能这样做。之后爱宝又用自己的方式在树上划定安全区域，这样可以让外来生物意识到这个地方已经有熊猫占领了，以此来保护福宝的安全。爱宝尽可能让标记点变得明显，直到自己感觉安全后才离开前去进食。虽然只有几十米的地方，也是费尽心思让福宝得到最大的安全感。而且爱宝并没有贪恋竹子，而是稍微吃了几口后便又赶回来照看福宝。而江爷爷出于担心，也一直在园区外面守着福宝和爱宝。此时福宝也在树上玩够了，开始尝试着从树上下来，而爱宝这时则只在旁边守着，没有过多的去干涉福宝的独立锻炼，想让福宝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爬树的本领，同时也可以提高福宝面对困难时的勇气。当看到福宝快坚持不住时，爱宝就用自己胳膊当做着力点，让福宝踩上去稍作休息。
看福宝休息的差不多后，便又将胳膊拿开，反复几次，福宝在爱宝的训练下成功落地。当福宝落地后，才发现原来自己离成功只差微毫，也明白了勇气的可贵。爱宝真的是一个懂育儿的好妈妈，难怪江爷爷一直夸赞爱宝的育儿方式是最棒的。你能认出眼前这只脏白的熊是谁吗？正是福宝爸爸乐宝。乐宝早上刚从室内出来，便被眼前这白雪皑皑的景象所惊呆了，找了个空最大的地方躺下，便打起了滚儿，争做踏入雪地的第一只熊。看着翻滚后的乐宝变得白黑的，明明是白色的雪，但在乐宝身上却显得脏兮兮的。这时乐宝来到斜坡位置，一个出溜滑从坡上滑了下来。这时的乐宝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爬上坡后又来了一次，玩完后又来到小木床上一阵翻腾，之后便侧着身子一动不动了。就在大家都以为乐宝玩累了睡着了时，又一激灵坐了起来。看样子神经质的福宝应该是随了乐宝。这时乐宝来到饮水盆前，想喝点水，但却发现里面只有血没有水。而此时回家的门已经打开，但乐宝丝毫没有想回去的想法，跑到小亭子前的木头旁打了个滚儿，结果给树枝做的梯子给踹了下来。乐宝心想这下完了，闯祸了，便立马屁颠儿的跑回了家。